男人解开女孩的裤子，把嘴凑到女孩面前，路过的女人被这变态的一幕吓得扭头就跑，而男人只是在帮女孩做人工呼吸。老白虽然只有6岁的智商，可面对倒地的女孩，他只想救活对方。当天，老白就以奸杀幼童的罪名抓进警局，没有人听他的辩解。老白被警方带去还原现场，谁也不知道他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一晚上没回家，他实在担心女儿的处境，警察却偷偷告诉他，只要解开裤子就能见到女儿。老白不疑有他，乖乖照做。可就是这样的举动，让他在围观群众面前坐实了自己的罪行。人群中的医生哭喊着让父亲不要走，老白却担心女儿淋雨会感冒。医生被警察拦在外面，警车渐行渐远。老白被判处死刑，关进监狱。见到桌子上的电话，他就想给独自在家的医生打电话，却被监狱的科长狠狠揍了一顿。奸杀儿童的死刑犯不配拥有亲情。狱友也同样因为他奸杀幼童的罪名，把他痛扁一顿。在监狱，强奸犯是最底层的存在，更何况是奸杀儿童这种十恶不赦的罪名。听见他死刑的审判后，狱友不再对他拳打脚踢。老白思念女儿，在地上写下女儿的名字。意外看见监狱的另一伙人偷偷磨尖牙刷，朝着自己的室友冲了过去。老白想要阻止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情急之下冲过去挡在他面前。看着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的老白，狱友立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进来之前，他可是黑社会老大，3两下就把挑衅的男人打得落花流水。人在江湖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义字儿。回到监狱，他问老白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黑老大利用制作足球的空隙，把需要的东西写在纸上放进足球里，故意扔到监狱外，让好心人帮忙扔回来。回来的足球里就装着他们最需要的东西，肥皂、丝袜、香烟，各种东西他都能弄来。黑老大让老白放心大胆地说，只要他说出来，自己就一定能弄到。可老白最想见到自己的女儿，夸下的海口也不能收回。好在每隔一段时间，监狱都会举办一些表演，黑老大费了好大一番力气，把易胜弄进表演队伍，装进纸箱，穿越重重阻碍带回牢房。角落里发呆的老白被这声呼喊拉回现实世界，抱着女儿哭得很伤心。医生也哭着责怪爸爸到底去哪里了，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看自己。有人欢喜有人忧，其中一个狱友却因为害怕被连累，叫来狱警准备举报。就在他即将说出口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手握住了他的手指，是易胜。他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对方，在这样的温柔攻势下，狱友心软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另一边，牧师意外晕倒，表演提前结束，可易胜还在牢房里没出去。等他们千辛万苦把易胜运出去的时候，表演人员已经坐上了离开的班车。易胜就这样留在了牢房，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他给墙上没穿衣服的姐姐画上漂亮的衣服，给他们表演舞蹈。可易胜还是被狱警发现了。老白被科长抓进狱中暴打，被关进禁闭室。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易胜害怕打雷。当天晚上，老白在禁闭室里被浓烟呛醒。原来一个精神病犯人不服他们让老白和女儿一起生活，放火烧掉监狱。眼见火势越烧越大，老白也趁乱从禁闭室里逃了出来。为了救人，科长闯进火海救人，把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。老白见势不妙，赶紧冲进去救人。一切尘埃落定，科长在医院里醒来，旁边躺着仍旧昏迷的老白，他的情况更加不好。看着仍旧昏迷不醒的老白，科长有些怀疑，这样一个3番2次救人的傻子，会是一个诱拐犯吗？他犹豫了。另一边的医生也躺在医院里大病一场，他不吃不喝，祈求科长把自己也抓进去。这天狱警给7号房送来一个纸箱，医生再次出现在老白面前。老白知道是科长在帮自己，给他送来了零食作为感谢。临走前，科长问他为什么要杀了那个女孩，老白抖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。科长早有疑心，他翻看老白的认罪协议，连话都说不出完整一句的人，怎么能写出这么缜密的陈述书？另一边，每天下午科长会准时接他放学，他在7号房教黑老大写字，偷偷把手机带进来，让狱友给刚生完孩子的妻子打电话。而狱友们也渐渐从老白的只言片语中还原了案发现场。那天的气温零下18度，市场里的冰坑结了冰，老白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，跑在前面的小女孩也摔了一跤，后脑勺着地，当场去世。老白用学到的急救知识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不料被路人认成了强奸犯。
小女孩的父亲是警察局局长，要求下属必须在1周内破案。于是案发现场的唯一人员老白就这样成为了唯一的嫌疑人。科长替老白争取到了上诉的机会，狱友替他写好认罪书，监督他背诵。终于挨到2审开庭，不料老白竟在法庭上当场翻供，认下了自己的罪过。他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只为了能让易胜健康成长。就在开庭前，警察局长找到老白，他知道老白是无辜的，但他的怒火需要有人承担，警局的失误也需要有人承担。局长把老白痛扁一顿，如果老白不认罪，他就会让易胜的结局变得和自己女儿一样。为了保护易胜，老白毫不犹豫地认罪。一片骚乱中，他还在天真地祈求法官大人照顾自己的女儿易胜。就这样，终审判决死刑。在等待行刑的日子里，易胜被科长收养，给父亲写信，给黑老大写信，偶尔来到监狱看望父亲。他们都在对方看不到的地方努力生活。为了拯救易胜和老白，黑老大替他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。易胜学校的合唱团来到监狱表演，趁着活动监管松散时，他们拿出准备好的热气球，割断绳子，看着他们飞出牢笼。科长在一边默默看着这一切，并没有阻止。他从心底里希望老白可以逃出升天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可惜长长的绳子挂在了监狱外围的铁丝上，他们还是没能逃出去。热气球挂在监狱的窗边，老白对着漂亮的夕阳，希望易胜可以记得今天，记得自己这个父亲。老白行刑的日期也是易胜的生日，他们在7号房里给易胜一起过了生日，送给他最喜欢的美少女书包。易胜像模像样的给老白行了一个大礼。아빠 잘 태어나게 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.老白也跪在女儿面前。아빠 딸로 태어나서 고맙습니다. 分别的时候还是到了。临行前，老白对狱友说了好几遍谢谢，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和女儿的照顾。老白和易胜玩起了他们常玩的分别游戏。这次他久久见不到父亲的回应。父亲听到易胜的呼喊，甩开狱警，隔着铁门紧紧拥抱着女儿。老白死后，易胜在科长一家的照顾下平安长大。拿到律师资格证的他，人生中的第一场辩护给了父亲。他替父亲翻案，把父亲没能说出来的真相告诉世界。他拥抱在法庭上无助的老白，曾经渺小的自己无法守护父亲，但这一次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洗脱父亲的冤屈。老白被法官宣判无罪，走出法庭，和父亲行刑那天一样，下起了大雪。当年没能飞出去的热气球终于挣脱束缚，飞向天边。这次父亲真的可以放心离开了。